如果从1978年首次上天算起，这架战机已经整整翱翔了46年，完全称得上美军中老将级的战斗机，仅次于 F-15 与 F-16。作为一架全天候舰载机，这架战机在漫长的服役生涯中只取得了2次空战胜利，与同一时期的 F-15、F-16 相比，取得空战战果似乎不值一提。然而，对于海军来说，即便拥有了 F-35C 这种5代隐身舰载机，但依旧对其青睐有加。作为 F-14熊猫舰载机的正统继任者， F/A-18 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一直与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绑定，成为海军航空兵的最典型代表之一。然而，前有 F-15、F-16 主义在前，后有 F-22、F-35 后起之秀，一直被埋没在其他战机的光环之下的大黄蜂战机，始终无法成为外界的焦点。随着 F-35 产能大幅提升，成本也在下降， F-15、F-16 的退役工作也已经提上日程。但让人意外的是，即便有了 F-35C， 海军依旧在采购最新型的超级大黄蜂，丝毫没有退役的迹象。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款并不夺目的战斗机成为美军战斗机序列中最有生命力的常青树呢？自从美国海军取消 F-11B， 从而选择继续发展 F-14之后，便遭遇了许多困难。研发延误，成本超标，这让美国海军高层如坐针毡。于是国会要求海军寻找替代方案，但海军提出的简化版的 F-14都被打回去了。国防部甚至表示不要再拿 F-14出来。当然，海军也想过其他方案，比如改良空军装备的 F-15战机。然而本身已经是重型战斗机的 F-15， 如果再进行航母起降的必要改装，对于成本与重量来说，绝对是雪上加霜。后来国防部批准海军的 VF-AX 方案，必须是一架全新的战机。 V 代表固定翼， F 代表战斗机， A 代表攻击机， X 代表验证机型。在设想中， VF-AX 将取代 F-4 战斗机、A-4 攻击机以及 A-7 攻击机，是一款多用途舰载机。然而在批准预算的时候，美国国会表示预算已无法负担另一个重大战机研发项目，并通知海军取消 VF-AX 项目。但考虑到海军需要新一代舰载机，国会将原本用于 VF-AX 项目的资金转移到另一个新项目 NACF 项目上，并要求海军关注空军 LWF-ACF 项目，将参与 LWF-ACF 项目的2个设计方案选为 NACF 项目的候选方案。然而当时多数的海军军官表示 F-14 可以满足任何需求，既不需要 VF-AX 也不需要 NACF。 然而海军高层仍在维持 NACF 项目，并在1974年9月颁布了需求书，同时宣布选择单一承包商来负责 NACF 项目的研发。而失去空军项目的诺斯罗普公司原本想就此打住，但海军对新舰载机的需求让诺斯罗普看到了一丝希望，认为 YF-17 有非常大的潜力，完全可以发展为装备雷达的多用途战机，成为美国海军的新一代舰载机。1965年，诺斯罗普公司以公司非常成功的 F-A 战斗机为基础，进行了新型轻型战斗机的设计。这个计划的内部编号为 P530。此时，美国空军正在执行 LWF-ACF 轻型战斗机项目。根据空军要求，新战机标准空战重量为2万英镑，同时非常讲究成本，并注重小体型、航程远，要求具备不错的机动性。于是诺斯罗普在 P530 基础上进行改良，原先多用途的设计转变为强调对空任务，编号也改为了 P500。 凭借着4000小时的亚音速、快音速以及超音速风洞测试，成为 LWF-ACF 轻型战斗机项目中验证时间最久的一款设计。最终与通用动力公司的401型原型机进行最终评估，编号分别为 YF-17 与 YF-16。但在后续的试飞与比较中，美国空军宣布 YF-16 获胜，成为美国准备取代 F-104 的战机。其实早在空军 LWF-ACF 轻型战斗机项目竞标过程中，正在寻求新一代舰载机的美国海军就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参与竞争的 YF-16 与 YF-17。毕竟国会不给钱，还要求考察空军 LWF-ACF 项目的各种方案，择优用于海军的 NACF 项目。其中 F-16 战机在服役之后，便通过优异的性能征服了空军，不仅空战实力强大，就连对地攻击也表现不俗。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詹姆斯·史莱辛格还提出让美国海军也装备 F-16，因为在他看来，海军使用 F-16 作为舰载机
可以显著提高美国海空军装备后勤保障的效率，并且詹姆斯认为 F-16 的性能足以胜任海军舰载机的作战任务。当然，诺斯罗普公司的 YF-17 同样也是重点考察对象，海军对新型舰载机的需求也让 YF-17 获得一线生机。但此时的通用动力与诺斯罗普两家公司在海军眼里都存在缺陷，两家公司都没有开发舰载战斗机的经验。为了增加取胜筹码，当然是为了获得战机合同，两家公司按照海军的建议，寻求具备舰载机研制经验的外部援助。其中通用动力与沃特公司联手，准备把 F-16 改进成沃特 V1600。两家还达成协议，如果美国空军与海军部都选择了 YF-16，通用动力将成为空军的主承包商， LTV 则成为海军的主承包商，而诺斯罗普公司则与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合作，以 YF-17 作为蓝本发展。两家签署协议，若是获得海军合同，麦道将成为海军项目的主承包商，诺斯罗普将成为最大的分包商，并拥有该机型的全部出口权利。但也正因为这个决定，让诺斯罗普损失非常大，与麦道公司对簿公堂。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讲。在通用动力阵营，沃特公司曾为美国海军研发过 F-8 战斗机与 A-7 攻击机，而在此次竞标中，沃特公司在 F-16 的基础上推出了 V1600型。为了满足海军需求， V1600体型大了不少，机身拉长了1米，翼展也增加了60厘米，机身略为扁平，机盖设计为向前翻转，机翼面积增加了25个平方，可以在低速状态下具备更好的稳定性。另外 V1600的机体结构也获得了加强，起落架做了加强，可以抵抗航母甲板起降的粗暴冲击，增加了着舰尾钩，进气道两侧加装了 AM9 响尾蛇导弹发射轨，采用了惠普 F401 涡扇发动机。作为多重保险，沃特公司还推出了使用惠普 F100 的 V1601 型，与使用通用电气的 F101 的1602型。然而在研发过程中， V1600还是遇到了一些无法克服的问题，比如腹部进气口，这对舰载机来说是一个麻烦，很可能会吸入甲板异物，导致发动机受损。美国海军此前装备的 F8 与 A7 都使用了类似的进气道，吃了不少苦头。然而与 F8、A7 相比， V1600的进气口更靠后，围绕舰载机忙碌的地勤人员同样增加了被意外吸入的风险。与此同时，增大增肥的 V1600依旧是一架单发战斗机，原始设计并不具备携带雷达制导导弹的能力，这让 V1600很难胜任拦截突击航母战斗群的敌方战斗机或轰炸机等全天候任务。反观诺斯罗普公司的267型方案，虽然大致保留了 YF-17 的基本构型，比如双发动机、双垂直尾翼与大部分机身结构，但事实上267型无论是在机体结构、航电系统或是动力系统方面，诺斯罗普与麦道公司都进行了重新开发。YF-17 原本使用的 YG101 涡轮风扇发动机，在提升输出推力后，也发展出了 F404 涡轮风扇发动机。另外，为了让飞行员一个人就能顺利执行对空、对地任务，267型还导入了先进的数字化概念与玻璃座舱，使用阴极射线管的荧幕取代了传统战斗机使用的复杂指针仪表，并通过电传操控系统进一步提升战机的控制性。在设计上也着重飞机的维护性。这些概念为日后的大黄蜂与超级大黄蜂获得好评提供了关键性的帮助。与 V1600 相比，267型的最大优势就是双发动机。如果 V1600 在作战中发动机遇袭或者发生故障，飞行员几乎不可能平安地返回航母，但267型却有可能凭借剩余的一台完好发动机成功返航。1975年5月，美国海军宣布诺斯罗普团队获胜。海军认为双发布局更适合进行海上作战，同时267型的多用途潜力也更大。按照最初的计划，美国海军寻求的新型舰载机将取代现役的攻击机与战斗机，所以在最初的设计方案中，诺斯罗普与麦道公司研发了3种相近的型号，分别是取代 F4 空战任务的单座 F18 与取代 A7 攻击任务的单座 A18， 以及双座的 TF18 教练机。其中 F18 与 A18 使用相同的机身与发动机，不过在航电系统与武器挂架上有所不同。双座 TF118 则是保留了 F18 的全部作战能力与武器，但减少了内部载油量。然而海军认为空战能力与对地攻击能力是可以存在于同一架飞机上，选择发展 F 型与 A 型，不如将其集中在一架战机上，最终 F18 与 A18 合二为一，成为一种型号。在当时美国国防部的新闻稿中被称为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同时海军将使用 FA18 的部队编号改为 VFA， 来执行空优对地攻击兼顾的双重任务形态。在海军决定生产 FA18 之后，麦道公司成为海军版的主要承包商，诺斯罗普则是成为副承包商。
并重新设计了减轻重量版的陆基 FA-18。FA-18的外销市场也借助美国海军装备而打开。然而尴尬的是，国际用户部都指定使用美国海军版本，从而导致诺斯罗普公司失去了对整架战机的生产主导权。两个公司还一度对簿公堂，战机一度开发中断。后来在国会、国防部的斡旋上解决了纷争，由麦道公司作为主导厂商执行生产计划，诺斯罗普也能从中获得不少回馈，算是暂时缓解了诺斯罗普的委屈。FA-18之所以能够得到海军的青睐，可不仅仅是因为双发与多用途潜力。在试飞阶段，美军就已经发现了 YF-17具备非常不错的超常规机动能力，使得 FA-18量产型具备同代机中最好的此类性能。虽然飞行员培训中并没有设置相关课程，但经过飞行员自己的探索与前辈们的口口相传，让 FA-18的机动成为一种招牌动作。比如猫鼬机动，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欧美国家对于超常规机动的努力，在 X-31验证机上取得了验证，多种机动动作震惊外界。其中一个成名的机动动作被称为猫鼬。之所以被称为猫鼬机动，因为这是眼镜蛇机动的可行。从1995年开始，美国海军 FA-18每年都会进行固定的对外交流训练。参与训练的美军飞行员需要经历9小时的跨海飞行，抵达德国境内，与外界传的神乎其神的对手使用头盔瞄准器与大力轴武器的米格29切磋较量一番。这一系列演习被称为红色十月。FA-18使用 AIM-9M 与使用头瞄的 R-73的米格29，完全凭借机动优势扭转了对手大力轴的优势，称其为经典大黄蜂服役生涯的高光时刻也不为过。面对德国空军米格29的时候，打出了超过1:1的交换比。考虑到大力轴发射能力本身已经被认为是游戏规则改变者了，那么 FA-18的机动优势一定到了米格29难以忍受的程度。在四代机发展过程中，最吸引眼球的特点之一就是大鹰角飞行能力。比如苏27的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根据外界研究，想要完成这项机动，飞行员需要驾驶苏27在预定高度、预定速度下，断开电传操作系统电门与鹰角限制器电门，并迅速拉杆到底，让苏27战机的瞬间攻角超过90度，形成短时间内机尾在前、机头在后的奇特姿态。然而，对于 FA-18，早在眼镜蛇机动出现之前，诺斯罗普试飞员就曾在多个场合驾驶 YF-17展现过更为惊艳的 Hung and Look 机动。YF-17能将顺时攻角拉到105度，并持续20秒的时间。事实上，不同于 F-16与苏27等典型四代机普遍使用的40度前圆后掠角，大黄蜂的机翼接近平直翼。从整体设计来看，大黄蜂更多的放在亚音速与跨音速的机动性上。诺斯罗普在发展 YF 与 YF-17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关于边条外形和面积影响的实验，最后发现边条对最大升力系数的提升基本与其相对面积成正比，但面对增加到一定程度，升力提升的效果就会下降。这表明达到了机翼的极限，同时在固定面积的情况下，边条外形设计也有重要影响。大黄蜂所使用的边条形状为尖拱形，与其他边条形状相比，尖拱形的边条所提供的升力特性更好。当初苏联在发展苏27的时候，就曾对飞机的边条外形进行过风洞试验，同样认为尖拱形边条有着最好的升力特性。然而遗憾的是，苏联并不能解决高攻角负氧力矩控制的问题，最终没能在苏27上使用尖拱形边条。此外， FA-18还是第一架使用电传飞控的战斗机，通过飞控系统的稳定工作来为飞行员提供所需要的操作性。从 FA-18服役之后，就有多个不同的飞控计算机飞行操作成熟，被安装在战斗机上。然后美军通过不断升级，让 FA-18的飞控系统不断完善，甚至可以协助飞行员从失控飞行中恢复，同时还能为落叶飘等机动动作提供专门的控制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海军同时装备 FA-14与 FA-18大黄蜂的时候， F-14的整体能力是超过大黄蜂的，打得远，挂得多，跑得快，作战半径也就更大。哪怕到了90年代后期，经过改进的 F-14B、F-14D 整体实力也还不错，增加了对地攻击能力，新发动机也为其赋予了更可靠的动力。那时候的大黄蜂最多只能算是甲板上打杂的。然而即便经过升级， F-14的机体仍在老化，维护运营成本不断攀升，海军开始对其不满意了。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美军军费削减，海军第4代重型舰载机的开发计划变得遥遥无期， F-14所表现出的问题也就更多了。于是海军选择在现役 FA-18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作为替代方案，从而发展出 FA-18EF 超级大黄蜂，并将 F-14踢出局，真正成为美国海军的主力。
即便是刚服役的超级大黄蜂，从雷达到武器系统都比 F14 先进，毕竟 F14 连 AM120 都没挂载过。在经过重新设计之后，超级大黄蜂增加了 25% 的尺寸，具备更为复杂的空气动力学特征，比如独特的前缘延伸、锯齿形外翼以及更大的矩形进气口，使得战机的雷达反射截面积减少了 10%。虽然不像 F-22 这类5代隐身战机那样可以在传统雷达前隐身，但也足够减少敌机锁定的有效距离。就算被锁定了，也比较容易逃脱，大幅降低被击中机会的概率。可以不使用推力矢量，只通过气动舵面就能完成猫鼬机动，并且还拥有在3维空间内做出复杂的甩尾机动能力。即便面对眼镜蛇机动，超级大黄蜂也能游刃有余。毕竟猫鼬吃蛇，尤其是眼镜蛇。此外，内部燃油携带量增加了 33%， 再加上扩展后的机翼面积，超级大黄蜂的航程提高了 50%。 此外，还增设了2个武器挂架，并采取更多措施来降低超级大黄蜂的雷达反射截面积。在胜利之后，超级大黄蜂承接了 F-14 熊猫退役后空缺的舰载重型战斗机任务，同时还负责 A6 闯入者与 A7 海盗2式退役后的攻击机任务。等到了2000年前后，超级大黄蜂获得了一项重要能力提升，其转弯能力峰值与经典大黄蜂相似，但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的高角速度转弯。对于战斗机来说，飞行与气动布局都会对超常规机动产生影响，但通常认为气动布局的影响更大。对于超级大黄蜂来说，使用了耳目一新的边条形状，可开闭的边条上表面，小后六角机翼结合前缘锯齿，全翼展可下偏金副翼，而其飞控仅仅使用了传统的飞控算法设计。甚至在超级大黄蜂进行全面作战评估的初始阶段，飞控系统还对机动性形成了障碍。不少飞行员抱怨，由于飞控系统的限制，导致无法做出某些机动。在经过检查后发现，超级大黄蜂所使用的飞控系统过于强调偏航轴安定性，最终只能删除部分系统逻辑，才将机动性解放出来。没有使用花里胡哨的先进飞控算法，没有推力矢量，经过比较复杂的机动设计，就能让超级大黄蜂具备了优异的超常规机动能力。另外，超级大黄蜂在不依赖推力矢量进行超常规机动时，没有喷口偏转带来的推力损失，使其进行机动性的高度损失很小，衔接下一代机动更快，反而不会像苏系战机那样猛掉高度。在雷达方面， F-18 战斗机最初使用的火控雷达是 AN/APG-65 型脉冲多普勒雷达，代表了82年代机载火控雷达的最高水平。在研制过程中，充分吸取了 AN/APG-63 和 ATLAS 雷达的有关技术，并首次采用了可编程炸控航波管发射机和可编程信号处理机，采用高中低3种 PRF 全波形工作，成为世界上首部空空地功能联合设计的雷达，探测距离为83公里。后来的 FA-18CD 大黄蜂与 FA-18EF 超级大黄蜂则是换装了最新的 AN/APG-73 雷达，这是 APG-73 的改进型号，探测距离达到111公里，拥有更快的计算速度，新增了导航和地图测绘工作方式，改善了抗电子干扰能力。更先进的 AN/APG-79 有源相控阵雷达，该雷达采用8边形平面天线阵列，能跟踪20个目标，并显示其中的8个目标公里。同时，高分辨 SAR 地形测绘的能力比 APG-73 更强。发动机方面， FA-18ABC 地形战斗机采用的发动机是通用电气公司的 F404 系列涡轮风扇发动机，其中 AB 型使用的是 F404 G400 发动机， CD 型使用的是 F404 G402 型发动机。等到了超级大黄蜂时期，换装了更先进的 F414 型发动机，由 FA-DEC 控制，能够提供更强的动力，借助增大的矩形进气口，可以更有效地吸入空气。这种进气能力与发动机动力的无缝结合，使得超级大黄蜂在起飞时表现卓越，使其在航母上起飞时能够约少于300米的距离内起飞。虽然与大黄蜂相似，但超级大黄蜂采用全襟翼进行弹射起飞，通常在弹射过程中并不需要使用加力燃烧室。另外， F-18 在设计之初就考虑了对地对空的多功能性，不需要改装就能执行空优任务，夺取制空权，都可以挂载制导武器进行对地打击，不仅取代了舰载攻击机，同时还能承担对空任务，这对美军航母打击群的灵活性有着巨大提升。即便后来技术发展出现了各种新式传感器、精确制导武器，依旧可以顺利整合到 F-18 身上。也可以这样说，服役初期 F-18 是一架没有特长的舰载机，看上去用途很广，但每一项性能都不突出。但随着机载电子系统与新型武器系统的不断服役，让 F-18 的性能越来越出色。比如 AIM-9X 空导弹与联合头盔显示器的使用，就极大提高了超级大黄蜂的近程格斗能力。大容量油箱的使用也增加了 F-18 的航程，
并大幅提升对地攻击能力。除了多用途以外 ，F-18 还有着另一个让海军非常喜欢的优势。在 F-18 设计之初，除了多功能以外，还被赋予了可靠性与维护性。这也是美国海军首次将这两个因素作为重点加入飞机的设计研发要求中。相较于此前的 F-14 舰载机 ，F-18 针对维护性的改进措施包括使用固态航空设备减少热量产生，将雷达零件数量减少8000个，将发动机零件减少7700个，简化液压系统，使用固定式进气道改变航空电子设备的弹射。这些措施让 F-18 的可靠性与维护性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水平，由此也带来了相当高的机队效率。如果以平均故障间隔飞行时间来衡量一架飞机的可靠性，那么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中队来说，大黄蜂维修工时是其他海军战术飞机的1/3，可靠性是他们的4倍以上。若将海军的海基与岸基飞机也算在内的话，大黄蜂维修工时是这些飞机的1/2，可靠性是他们的3倍以上。优秀的可靠性和维护性带来的高机队效率，也是 F-18 大黄蜂战斗机能在日后取代 F-14 熊猫战斗机并霸占美国航母甲板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美军装备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已经发展到 Block 3型，是当前最先进的型号。这项升级可以让超级大黄蜂在面对未来战场时具备更好的生存性。在 Block 3升级中，最重要的改进内容包括宝型油箱、更换座舱显示器、配备新式计算机和通讯电路、增加红外搜索与追踪装置以及增强生存性能。其中，在宝型油箱，根据波音公司的数据，超级大黄蜂在加装宝型油箱之后，作战半径将增加220公里以上，同时还能腾出外挂点，挂载更多作战载荷。在未来作战中，超级大黄蜂可以通过与 MQ-25 舰载无人机的配合，提高作战环境，让航母打击群尽可能远离远程导弹的威胁。而在座舱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取消了原来的多块显示器与部分仪表，配备了一个广域多功能触控显示器，能够根据飞行员的个人操作习惯与具体任务需求来定制显示内容，以此来提高战场态势感知能力。Block 3型还更新了几种重要的机载电子系统，包括分布式目标处理器网络多任务网络计算机、新型战术目标网络技术数据链系统，后者可以增强与 EA-18G E2D 之间的实时数据共享能力。美军本来计划在 Block 2构型的升级中增加红外搜索与跟踪装置，但最终推迟到了 Block 3型。这一系统由 AN/ASG-34 探测器与 FPU-13 油箱前后组合而成，挂载在机身中轴线挂点上。在增强生存性方面，2013年波音公司推出了高级超级大黄蜂升级包，就是当前 Block 3型的基础，其中包含了一些增强隐身性的措施，例如使用雷达锡箔涂层、更改机首航炮舱后、迎角传感器的外形和材料等，以此来降低超级大黄蜂正面的雷达反射截面。虽然受到机体的限制，很难显著提高超级大黄蜂的隐身性能，不过在海军看来，有隐身需求的任务可以交给 F-35 来执行，所以针对超级大黄蜂隐身性的改进，有这些方面的措施已经足够了。除了作为舰载机以外，海军还在大黄蜂基础上进行了其他的发展。除了进一步减少航母打击群的后勤压力，美国海军还在超级大黄蜂基础上发展出了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这架电子战飞机可不得了，曾在军演中击落 F-22，2005年完成风洞与综合地面实验，2006年完成舰载实用性试验，并装备海军航母，2015年取代 EA-6B 徘徊者电子战飞机。如今的 EA-18G 已经成为美国海军电子战的中流砥柱。作为超级大黄蜂的衍生型 ，EA-18G 与前者有90%的共通性，然后再通过小型化的电子战设备进行改造，并且具备相同的机动性能，能够以 1.8 马赫的速度执行722公里半径的拦截目标，不仅可以提供电子支援，同时也能通过空战能力进行自卫或执行护航任务。相较于不通用的 EA-6B 电子战机， EA-18G 咆哮者 90% 以上的零配件都能与超级大黄蜂进行互换，不仅可以降低后勤保障能力，同时也能节省培养飞行员的时间与费用。EA-18G 可不是用来打酱油的，为了执行电子攻击和提供战术支援，诺斯罗普为其配备了 ALQ-218V2 战术接收机，以及新的 ALO-99 战术电子干扰舱，能够通过分析干扰对象的跳频图谱，自动追踪干扰对象的发射频率，通过精准定位来实现跟踪瞄准式干扰，首次实现了电子频谱领域的精确打击，有效干扰距离达到160公里，同时还具备情报收集和监视功能，协助其他作战飞机执行任务。
当然，由于继承了超级大黄蜂的空战能力，EA-18G 同样可以挂载 AM-120 与 AM-9导弹，使其在遭遇敌机时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当 EA-18G 加入大型作战编队后，可以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能充当一个空中发射平台。这对于舰载机数量有限的航母编队来说，无疑是很有必要的事情。虽然 EA-18G 为了给电子设备节省空间，拆除了原型机的航炮，但对于 EA-18G 的功能定位而言，依旧是瑕不掩瑜。值得一提的是 ，EA-18G 是唯一在演习中击落过 F-2的飞机。理论上来讲，3架 EA-18G 组成的小规模编队就能对大批敌军战机造成电子紊乱，同时还能为伴飞的友军战机提供目标信息与射击校准服务，并通过更换不同的先进吊舱执行大量远程探测与监视任务。目前，美军仍在挖掘 EA-18G 的附加功能，比如为其集成 AGM-154 联合防区外武器，以便与 EA-18G 自身挂载的侦察吊舱配合，直接打击130公里外的目标。此外，波音公司正在开发无人僚机，也可能首先用于配合 EA-18G。若是未来实现的话，那么普通的 EA-18G 双机编队将获得无与伦比的强劲攻击能力。除了电子战飞机以外，波音公司还在超级大黄蜂基础上发展出沉默杀手 F-18I 沉默蜂。这是一架利用5代机技术打造的4代半战机，基本保留了超级大黄蜂的启动布局。而 F-18I 沉默蜂相较于超级大黄蜂先进的地方，是 F-35比 F-18先进的地方。只是在超级大黄蜂的基础之上， F-18I 沉默蜂大大缩小了这种差距，为的就是在未来战场上能够与 F-35肩并肩手拉手，不至于成为拖油瓶。从外观上来看， F-18I 相较于前行机超级大黄蜂最大的不同，一个是加装了宝型油箱，另一个就是取消机翼上的外挂架，选择用外挂式封闭武器吊舱来取代。其中宝型油箱是 F-18系列首次采用，作用就是在不明显增加风速的情况下，能够显著提高 F-18I 沉默蜂的航程，并且还无需挂载副油箱，从而保证飞机外形干净，增加隐身性。这一对宝型油箱使得 F-18I 在挂2枚2000炮炸弹以及2枚 AM-120 中程弹时，作战半径从1092公里增加到1350公里，刚好赶上 F-35C 将相同武器全部内置时的作战半径。F-18I 沉默蜂最主要的改进就是在机腹增设了一个隐身化武器吊舱，这项技术早在 F-15EX 上面进行验证。对于超级大黄蜂这种半隐身战机来说，导弹长期暴露在机体外面，会导致战机的雷达反射面积大规模上升，增加敌机被探测的可能。封闭式武器舱的用途就是为了减少导弹引起的雷达反射面积上升，同时还可以更好地保持战斗机的启动外形，可以通过武器内藏与使用隐身涂层材料来实现对雷达隐身。当在机腹与两侧机翼下挂载3个封闭武器舱以后， F-18I 沉默蜂可以携带12枚 AM-120 空导弹，翼尖部位还可以挂载2枚 AM-9X 短程空对空导弹，在执行空战任务时将可携带多达14枚导弹，俨然就是一辆导弹卡车。超级大黄蜂的进气道与 F-2有些类似，都是采用平行四边形的进气口形状，加莱特式双斜切成波进气道。超级大黄蜂的进气道整体形状是垂直分布落差的 S 型双弯结构，发动机叶扇前安装雷达屏蔽器，这种进气道处理跟俄罗斯的苏57简直一模一样。另外，当初改进到超级大黄蜂的时候，还把垂尾倾斜度增加到18度，从而减少垂尾的雷达反射面积。除此之外， F-18I 沉默蜂还换装了 F-414 增强推力型发动机，加力推力增加了 24%， 从 F-404 的8028公斤增加到9979公斤。在近距空战任务区域， F-414 能提供比 F-404 高 30% 至 40% 的推力。在高空截击任务中， F-414 的超音速推力也比 F-404 提高了 25% 至 30%。在低空空地任务中， F-414 的推力也高出 40%， 能增强飞机的生存能力。用一句话代替， F-18I 在超级大黄蜂基础上所进行的一切升级，都在向着美军的 F-35看齐，在技术上越来越接近 F-35， 这意味着 F-18I 沉默蜂有了取代 F-35的可能。从平庸到完美，从大黄蜂到超级大黄蜂， F-18 已经完成了华丽转身。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